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上去啊！谢谢啊。对不起啊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之前我跟你说我丢了10几万的时候，你没说话，中午也没来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我吃完饭一个人爬起来洗碗，那时候觉得头特别晕。你在照顾小韩的时候，应该没有让他洗过碗吧？要是他跟你说他丢了10万，你一定会跟他说，没关系，交给你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反正明天我就要出院了，你也不用照顾我，去照顾小韩去吧。你要在这儿啊，我也好不了。我也不想再晕倒在大街上了。出这么大事儿，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没事吧？现在？没事儿，这不是有马竞吗？他是你姐，我是你姐。哎呀，姐，你吃醋啦？哎，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河马皇说了，启明那个案子推到30号。啊什么癌呀？让你休息一下还不好？就你现在这身体状况，再出了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？这案子你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，打的就是心理战。你现在这样去，肯定得吃亏。这河马皇平时看着嘻嘻哈哈的，没想到心还挺细啊！哈，行了，走吧，我送你们回去，别杵这儿了。雨明没来啊？姐，你又要开始给他上课了？这什么叫上课啊？这是经验和教训。要是成为再生女，那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啊！姐，你能不说这个吗？河马皇不是给你放假了吗？这么着，姐带你出去玩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温泉。那你们家怎么办？小莫交给他爸呀。别要是没时间的话，就放咱爸那儿。哟，这改看上书了啊？什么书啊？这是？你看，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，国内第一本精神病访谈手册，心理学、哲学。哟，您这弄这么多书啊？设计心理学、9型人格，不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看这心理学的书了啊？我好奇呗。好奇自己，好奇这个世界，好奇物质世界之外的规律。你什么表情啊？我觉得以前的你啊，又回来了，这始终是探索。这个呀，也是精神病的一种。对你说的，行，看到你这样啊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你过来看我，不耽误工作啊？耽误也得来看你啊。不对呀，我看你这样，好像有什么事儿吧？开公司嘛，哪儿都没事儿呢。你看书吧，我帮你打点热水去啊。帮我拿点药吧，营养神经的药没有了。行，我让大夫给你开。差不多了。我刚查到一个消息，国外有一家公司也准备推出跟瀚海类似的产品。对，是个好消息。我再核实一下。拼命三娘回来了，预计的价码又可以往上抬了。启明这回还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以前阴差阳错注册的商标，这回可是值钱了。刚要谈啊，这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公司又逼了瀚海一把。所以现在瀚海更着急解决商标问题，推出产品，占领海外市场了。江大律师，这回可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帮你啊！
河马王这回可是割了心头肉了，之前有多少人盯着这个案子？你要是做不好，他肯定从你身上扒下一层皮来。我像做不好的吗？还狂起来了？没把握的狂那叫可笑，有把握的狂那叫自信。退下吧，本宫还得赶紧把消息核实了，越细越好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江大律师了。如果这个案子谈成了，即便你跟王宇明之间有个什么事儿啊，自己也有个奔头。我也想看看，我是不是只有事业就行了。加油！一凡，你懂的啊。我们俩也什么不说了，你懂的。怎么你们仨我突然就得都懂啊？赶紧的，别迟到了。走了。哎呀，姑奶奶呀，别给我弄砸了啊！哎，待会儿进去的时候呢，别紧张，有什么跟人说什么啊。我知道你都说多少遍了，不紧张不紧张，一会儿都让你说紧张了。哎，这单如果要是下来的话，那咱们公司是要资金有资金，要资历有资历了。这我孩子奶粉钱倒是能不能不叨叨？我就提前高兴一下嘛。好好谈啊，走。这回就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办好。您好，我们是广州启明，哦，江律师又见面了，手下留情啊。请坐。我不该就这样走远，假设了千万遍，又如何能改变？我们的这些天，我会想你的脸，怎么说再见？画面冻结在一瞬间，怎样才可以说服了我自己，彻底把过去在心底抹去？如果说那幸福不过都是错觉，为何有微笑留在照片里？江大律师，再见。再见。江律师啊，我这公司啊，就算有救了。这个价位啊，我之前想都没想过。谢谢你啊，江律师。不客气，这我应该做的。不瞒你说，之前呢，我也有一个心理价位，但是比这个要低很多。原来我想啊，只要你能做到我那个价位，就算很不错了。这样客气的话我也不多说，请你吃顿便饭。我还是不去了，我还想在这儿再坐会儿呢。啊，那我先走，见你，下次我们再约。好啊，下次、再见。再见。江律师，黄主任叫你接这个案子，刚开始我死活不同意。就这个数目啊，明天媒体都会上头条。江律师，你不仅让我一个人惊讶哦。谢谢。
喂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咱们公司现在又有资金又有资历了吧，对不对？我孩子奶粉钱解决了。哎，我想好了，到时候我就买一个农场，养一头牛。我儿子是一边挤牛奶一边喝牛奶，绝对纯天然。啊，做梦呢吧你？我就提前高兴一下。别太高兴啊！我这合同啊送回公司去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先别问了啊。哎，到时候我替你买头牛啊！江律师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启明那边肯定给你跪了，绝对给你跪了。哎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。等着，你们，我这被拍倒都不应该做。黄老大，我可还记得您当时是怎么说江大律师的。我记着啊，拿下来我就给你开了。我记得就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你就在这儿说的。口误啊！行，采访一下，什么感受？什么感受？我就觉着空落落的。装吧你就。不是，你真不知道，我刚刚把那个合同签完的时候，我整个手心直冒冷汗，我特别兴奋，我就一个人站在那么大会议室里面，我就想。这事儿我得告别人，我得找人分享啊！然后就开始翻电话本，我电话本就开始从头翻到尾，我从头翻到尾，我就没有找着那个我可以打电话的人。我到今天才发现，人最大的孤独，并不是你一路走过来，没有人在旁边陪着你，而是历尽了千辛万苦走到了最后，居然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。哟，抱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买的黄豆，回去给小丫做豆浆。挺好。你来干嘛？找雨苗？他好像不在。这样，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啊。最近好吗？还行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嫂子来找你来了。你俩可真行。那行了，你在那儿等着吧，嫂子一会儿回去了，拜拜。到你公司找你去了。你看你俩别闹了啊！最近也别再折腾他了，这公司都差点办不下去了。怎么了？别的事儿就不跟你说了，就说人家把车卖了，把钱给你这事儿。你说那么大一老板，天天打车去办事儿去，可以了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啊，雨明没跟你说呀？知道，怕你担心。什么时候事儿？月初吧，具体几号我也忘了。哎，你听我一句劝啊，体谅体谅他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别总放在心里面解不开，啊。你见面好好说。那个你回来了，那我刚才找你，你没在，咱俩一起吃个饭呗。啊，就是我想跟你说，我刚刚谈了一个项目，签下来了，然后公司有方向了。
杨小宝不是说公司办不下去了吗？小宝他不知道，我这项目刚刚谈下来，我就拦了个车，直接奔你们律师事务所来了。结果你不是没在吗？其实我在来的路上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想这话怎么跟你说，就是，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就想跟你说来着。你看啊，宇凡科技，这是咱俩一起建立起来的公司，磕磕绊绊到现在了，你是我唯一一个想过来分享的人。还有一凡，我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啊，我只告诉你一下我的答案，我不同意，我不能离开你。还有，如果你非要那什么，要不你打我一顿。这回要是你在卖车，你要说早一点，我一定会感动到哭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也别演戏了。我做律师这么久，打过那么多离婚官司，狗血的事儿也见得不是1次2次了。我也没想到今天会落到我头上。你也不用挖空心思转移了。那天没有离婚，是不是因为没有准备好？现在准备好了吗？不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转移什么呀？谁跟谁狗血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我去你公司找你。你说他是悄无声息的把车给卖了，是不是替你筹钱啊？那就把钱拿出来呀。他也知道我是借你们的，为什么不把钱拿出来替我还了呀？也是啊，难道是他欠别人钱了，着急还？像是在转移财产。打那么多离婚官司，以前客户头上的戏码，这回全落自己头上了。哼，那他这回来找你干嘛呀？演戏呗，拖着不离婚呢。现在公司也有了起色了，作为婚后财产，总得打算一下吧。你这也太律师思维了。是我以前的思维太幼稚了，我还傻不拉几跑去找他，找什么呀？还我生命里面走过一段。我不会再抱有幻想了。他要是对前面的离婚协议不满意，就让他改，改好了我签字就行了。凭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傻呀？即使你不在乎，但你爸还有你姐那边的钱不是钱啊？咱们这一行就是要为顾客争取最大的利益，怎么到自己身上就不会了？对啊，凭什么呀？我爸跟我姐给到公司的钱算作入股，比例我已经算好了，不算高。不是这什么意思啊？以前我觉得说的不清楚，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说清楚一点比较好。怎么了？不想签啊？签是能签，可是为什么突然间你让我签这个？你要愿意签就签，你要不愿意签就聊聊还款的事儿。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时候吧，我就没太明白。不用装不明白了吧？要么你说的那些都是假的？你这是跟我赌气呢吗？嗯。行。乙方。乙方。